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科技，我是张振宁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台黑鲨手机的维修案例啊。这个机器呢，客人说是屏幕摔坏了，自己更换屏幕，但换完屏幕以后发现不显示了啊。它原来是可以显示，后来换了以后就不能显示了。他又买了一个确定好的屏幕装上去，还是不显示，然后呢就可能觉得是主板问题啊，想发到我这里来维修。发过来以后呢是没有装的啊，当我拆开一看，就发现了问题的所在。那也借此呢拍这个视频啊，告诉广大网友啊，如果自己在更换屏幕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一点哈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显微镜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里掉了2个键是吧？掉2个排杆啊，总共有5个光显示的排杆，先掉了2个。这个呢就是他在换屏的时候不小心可能抠得太用力了啊，把它给抠掉了。接下来呢我们先拆除主板啊。好了，先处理一下焊板啊。好 ，OK 了。然后我们拿个料板给它拆过来。好，我们先拆2个下来啊。拆的话呢，随便吹没关系的啊，也不用去放焊油，因为焊油呢，我们是助焊剂，是焊的时候、焊接或者脱焊板的时候用一下，拆的时候没关系的啊。所以很多人问我，我这里解释一下。反正这个座子呢，吹化也没关系啊，因为这是料板了，不要的，只要这个键就可以了。好，放这里1颗，还有一个啊，2颗。OK， 然后把这个拿过来。这个我们要是害怕把这个塑料座子给吹化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绝缘胶或者用个铁皮罩盖一下。这边我也演示一下吧，这样会漂亮一点啊。当然你吹座子坏它也不会坏，就是有点变形不好看啊。给演示一下吧，弄个2层厚一点。但是元器件其他芯片的话，建议大家不要用绝缘胶去粘，因为你粘上的话，它其实是热散不出来啊，并不是说去隔热了。好，因为这是塑料件啊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粘一下，希望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。往外拨一点点。好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把那个键拿过来，先放上位置固定啊，等一下一起归位，转一下，这样可以啊。好，追冷一下啊，这样就固定了。再来1颗。放过来。好。然后呢，再多放一点点焊油，给它归位。其实这个用烙铁去焊也是可以焊得起来啊，当然脚比较多嘛，是吧？还是选择风枪。反正呢，方法很多种啊，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就行了，没有说一定哪个方法一定很好啊，没有这个说法，合适就行啊。那归位一下，动了就可以了。好，差一点点，回去了。OK， 这颗。好 ，OK。啊，这样子呢，这个座子呢是不会变形的。我们清理一下干净。好，我们再试一下啊。好，开机。震动了，哎，没有电啊，没有电，显示充电了。我们再开一下，
它黑鲨的 logo 一跳出来，然后呢就说没有电了，是吧？没有电了，可能是客人在重复换了很多次屏以后，一直测试，然后现在是没有电了。通过这样的情况呢，我还是建议一下大家啊，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或者是你并不是做这个行业的，还是建议大家最好不要自己换屏，对吧？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做嘛，要不然你看他又花了很多的时间，然后又重新买了屏花了更多的成本，最后主板弄坏了还要花钱去维修其实得不偿失的。那么如果你有在正常损坏的情况的机器你可以选择给我们寄修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。